我们认识1年多了，他小我5岁，性格方面挺合拍。我们交往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就提结婚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好像对这个结婚的话题不太感冒。有一天，他比较贪玩，我现在不知道他是现在不想结婚，还是不想跟我结婚，因为我30多不能再拖了，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让他同意把这个婚事给定了。我要稳稳的幸福。他说我不知道他是怕结婚还是怕和我结婚，那这个背后藏的到底是怎样一段故事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张30岁，来自天津，是一名职员；女嘉宾小陈25岁，来自新疆，是一名幼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的到来，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想结婚了？想结。特别想结？特别想结。哦，30了。25。对。还不想结呢？是，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年轻，还想再多积累一下经验。怎么认识的两位？我们是通过相亲网站上认识的。谈了差不多快1年了。你跟他提过结婚的事儿，他不同意啊？提过好几次。我们家也有婚房，他拒绝了我。后来我说这个，如果我说不行，我让我妈说行不行？我妈跟他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很正式的跟他说，明年你们结婚。他直接就把我妈给拒绝了。我觉得结婚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而且我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就直接答应你妈的话，像你妈那么热心肠的人，她肯定会很快就去订酒店，然后跟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去通知。可是如果我答应你了，但是我没有做到，那你妈会怎么去想我呢？我也不喜欢去骗你们家人啊。哦，你说你不喜欢说谎，那你为什么骗我去见你前男友？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我偶尔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偶尔翻的吗？你哪是偶尔翻啊？你明明就是天天都翻好吗？我们偶尔翻的，他是自己弹出来的信息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就是很普通的朋友。那你当时为什么说不去见，后来又去偷偷摸摸的见？那我不是为了怕你伤心吗？怕你担心啊，我才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啊。那为什么平常咱们都有联系，总打电话，唯独她前男友来的那1个星期失踪了，消失了？哦，打电话不接，早上发的微信到晚上才回。我那天是因为手机微信出了问题，你给我发短信我没有收到，晚上才看见的好吗？好。然后更可怕的，有一天他夜不归宿啊，我那天是因为我闺蜜她失恋了，然后我去陪她，在他们家待了一晚上。对，你让你的闺蜜还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到后来也是看她手机翻她手机里的照片嘛。也是偶尔翻。她是每天都翻，基本上只要见面她都翻。啊。照片不是看信息，照片有跟那个就在照片上都会显示日期时间嘛，正好是那天晚上跟了几个朋友是在 KTV 里 K 歌了，而且带着她的前男友去 K 歌了。那我不说是有我的原因的，我不是说。你有什么原因？我怕你伤心啊，我不想让你担心我啊。其实我觉得是无所谓的一件事啊。你不更担心吗？别的照片怎么解释？在摩天轮底下有那个的造型。哪个的造型？这个。哪个？你再来一个。这一人一面的这个。那个不是，是因为我把他只当做我的好哥们儿，他也把我当做他的哥们儿。我觉得我们俩摆的那个照片，那就是玩玩闹闹。他这个人平时特别的小肚鸡肠，天天查看我的通讯录，查看我的短信。而且他每次最可气的是，他每天让我给他，只要我说我在家，他就会让我给他发张照片，一定要把我的位置发给他。最夸张的是有一次。特别变态，他说他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家，我今天不想出来。然后他说那你把我送给你的泰迪熊放在你们家电视机上，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我觉得你就是心理变态啊！你干嘛要这样呢，兄弟？主要是他这个性格比较直爽，然后再有他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有时候去外面接一些演出。他上面职业不是幼师吗？是幼师，兼职做，兼职挣一些外快，然后接触的人都很杂，所以我就怕他被骗啊什么的。他有一次要约我出来吃饭，我说我今天跟甲方要谈一下我们演出的事情，然后今天就不能跟你一块出来吃饭了。然后我们就几个朋友就一块出去吃饭，然后应酬。回来的时候我说你不用去接我，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家门口，结果发现他在家门口就是等着我，等了一晚上。直接第2天那活就没谈成。那为什么就因为你？因为我又没谈成。就因为你，他们就觉得你管我管得特别严，所以说这个活就没给我。不，哎，你接的是什么活啊？家里管得严也不给你活。这肯定是对他有别的想法。哎，你觉得他现在
不想嫁给你，到底是前男友的原因多，还是别的想法的原因多呀？我估计是他心里还有别人。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别人，而且我跟你不结婚是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什么原因？我自己年纪比较小。姑娘打算在什么时候嫁给他？我想在5年以后。啊，为什么是你30岁的时候嫁给他呢？因为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而且我现在觉得我们俩的时机都不是特别成熟，因为他研究生毕业也没有几年，所以说社会经历也不是特别的丰富，而且我的工作就是这个待遇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能够积累一部分的这个经济，然后才考虑结婚。我们可以先成个家一起努力啊，慢慢的来嘛。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势利的女人，但是我觉得我看我周围的女孩找的男朋友都挺有钱的，我觉得嫁给你不是说我不想嫁给你，是因为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基金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考虑结婚。这么听起来女生是好像觉得现在的物质储备还不够是吧？对，没错。啊，你家里面人知道你们俩谈恋爱吗？知道的。父母什么意见和态度呢？比较反对，就是觉得他们家里面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觉得跟我们家不是特别门当户对，所以我们家想找个条件好一点的。跟他父母接触过吗？打电话打过。见过面吗？还没有。为什么不见面呢？都要娶人姑娘。因为他的父母在新疆。那你也应该去一趟啊。打算求完婚之后再去一趟。那人家父母要是不同意求婚，怎么求呢？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没办法。你说话太不注意场合了你。我们今天把姑娘的妈也请来了啊，来，有请老妈，来。你好，你说呀。阿姨，我想娶您的女儿。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话头。以前吧，就是电话联系过因为呢，我们是新疆乌鲁木齐人孩子在新疆乌鲁木齐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在天津呢打拼。就说我的要求呢，说将来在天津里面找一个，就说能关照他，条件也不错的一个小伙子。能关照吗？阿姨，我肯定能关照。刚才呢，我在后台也听到了，因为我女儿年龄小，刚25岁，工作上发展呢还不太成熟，经济上他们家经济条件呢也不太好，父母都说一个退休工资，一个是可能下岗，说自己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哪个父母呢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呢能嫁一个条件好、工作也好的一个男孩。工作好，家里条件好，不见得对您的女儿好。我对他的这种真心，真的可以到了非他不娶的程度了。工作都可以慢慢的去发展。虽然说经济条件吧是外部条件，但也是主要的。我不在身边，所以说这边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就能照顾他。您这不错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最起码的，你在天津市里有一套80平方到100平方的房子，咱们就是世俗一点。对，有点。起码这种有一辆车。您嫁的时候也是有房有车？我们嫁的时候就是因为特别苦，当时白手起家，所以呢不想让孩子走自己的路。他们买这个房子吧，在北辰50-60平方一小房子，而父母的条件吧也只能够维持生活，而且他这个工作我也不太满意，也是挣了几千块钱，所以就不能维持这个以后的家。不是研究生刚毕业是吧？毕业3年了吧？3年，不错。现在收入多少？现在收入6000，不错呀。也就是刚涨的，原来都是4000，去年还是4000。你去年4000，今年6000，后年不12000了吗？经济条件是其一，其二呢，都说他比较小心眼儿，就是监督他呀，看他的手机呀，看他跟谁在一起呀。不够自信。对，他就是阿姨，我不是不够自信，我是关心他，因为他接触的人确实挺杂的。约人见面的话，有时白天见面，有时人家就约他晚上见面。那您说这个我必须要去保护他。现在呢，我说只能考虑考虑，看您的下一步发展吧。那谢谢您，大姐。好。请回，谢谢啊。谢谢啊。送啊，送啊！来，慢点。其实我们听妈妈说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我们得出一个最核心的意思：不反对你们谈恋爱，只是觉得现在闺女儿这么早就结婚，是不是欠考虑？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就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前男友到天津来，你夜不归宿，跟他说不去见，1个礼拜几乎在陪前男友。你说他没有点小心眼，那他就不是男人了。他为什么这么小心眼？因为他真的爱你。你看多憨厚的一个天津小伙子，又懂礼貌，而且研究生毕业，
你妈妈说她的家境不好，家里父母下岗，家里房子太小，没车。现实生活当中关键问题是人看着好，如果两个人的爱情到位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结了婚以后，你该干事业，他支持你，而且有合法的身份，对吧？对。当然有一件事情你做错了，男友来了，坦荡一点。前男友。前男友来了，坦荡一点，带他去见一面嘛，让他也有点危机感嘛。干嘛做的偷偷摸摸的，对吧？真的考虑一下。我觉得其实两个人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嘛。如果没有了信任，之后也很难继续说下去。看人家的电话、手机啊，信息其实是自己的隐私嘛。你刻意去看，我觉得还是会侵犯别人的隐私，这样子也是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适婚年纪嘛，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很小就结婚，或者是到年纪很大才结婚。其实如果有人现在向我求婚，我现在也会嫁给他。因为我觉得现在找一个真心去爱你的男人是挺难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条件满足不了你，或者是你家人，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有车有房又有钱又帅的人，可能也不一定会找你。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都真心相爱。你很缺钱吗？我不缺，我都是自己赚来的，我很少花他的钱，因为他没什么钱可以给我花的。对啊，那既然不缺，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非常有钱呢？跟别人攀比。都挺有钱，也倒不是攀比，我也有这种想法。不光你有，你母亲也有。我不知道是你灌输给你母亲的，还是你母亲灌输给你的？可能是我母亲灌输给我的吧。以前生活很穷的，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对，非常艰苦。但是什么支撑一个艰苦的家庭走到现在？你觉得你们家庭幸福吗？很幸福。你觉得你母亲幸福吗？很幸福。你幸福吗？也很幸福。他们有钱吗？那时候没钱。好，没钱的时候很幸福，与钱、爱情、幸福与钱有关吗？现在有钱了，为什么用钱要求对方说你也要有钱？仿佛他有钱你才能得到幸福。我的家里面的人可能比较希望我能够找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到底是他们想让你找一个有钱的，还是你自己想找一个有钱？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已经潜移默化的被他们有一些渲染了，可能觉得大家都是女同胞，为什么大家都找的都那么好？然后心里面觉得为什么不太好的让我给遇上了？你这句话很伤人。你伤的是他的心，践踏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你真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他一定会给你像他那样的爱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现在还没有踹开他，你还是在跟他在一起，只不过说不好意思，我5年我再结婚。真正的爱是没有一个可以这么量化的，5年、4年还是3年。真正的爱就是说我特别想和你在一起，所以说你根本就对他这个爱没有足够到说马上想嫁给他。至少比他差得很远。好好想想自己，如果你真是钱看得这么重要的话，就去找钱；如果你看重这份爱的话，一定要珍惜你的爱哦，千万不要放手。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看上了一所房子，男生跟女生说：“你要是爱我，我们贷款把它买下来，我们一块儿去还。”女生说：“不，如果你爱我，一次性付款。”男生说：“我没这么多钱。”女生说：“没关系，现在不一次性付款没关系，5年之后一次性付款，只要是一次性付款都成，但我就是不要分期付款。但是5年之后房子在哪儿呢？5年之后双方还有买房子的这份心吗？”显然这话是言，5年只是一个借口。5年之后哪儿跟哪儿呢？说白了，你们的对话就一句话就可以戳穿的，你就简单的说一句：“对不起，我不够爱你，我现在就不想结婚。”你就一句话：“我就爱你，我就愿意等”，不就可以了吗？这不挺简单的一件事吗？分明就是你不安分，你不甘心嘛，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如果你现在就觉得他就是你结婚的对象，何须5年的所谓的时光的等待？5年你们在一起可以制造出多少幸福？你偏偏要把这5年浪费在所谓的财富积累，你说白了就是不够爱，所以你才会跟你的前男友在一起。我不相信你内心不清楚，跟男人在一起照相摆出个心形状是什么意思。你内心如果真的定下心来了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你早就迫不及待的等着他求婚了。你要是真的爱他，你不是因为年龄而在这等待，
一句话就可以噎死他，随你5年10年，我就愿意等。所以说你们俩都没有那么真心的。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双方自动自愿的放弃自由，志同道合的去面对未来。婚姻前但凡是双方有一个心不甘情不愿，到最后这种不甘心就会变成不快乐，不快乐最后就是不幸福，离婚。你何必要结呢？你结了有什么用呢？另外还有一方面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爱的满分是10分，我问你，你爱他有多少分？10分。你爱他有10分？我感觉你骗谁呢？你爱他10分可以结婚了，满分是10分啊，你可别乱回答。那就9分吧。9分？你爱他有多少分？9分。你爱他也有9分？你不觉得你爱他比他爱你要多一点吗？对啊，我觉得他对我也就8分。啊，他对你也就8分，你爱他9分，你承认吗？那也行。你承认他什么叫那也行？哎，拜托我问你，你认为是他爱你多一点，还是你爱他多一点？他真的是对我的关怀。他对你更多爱一点，他9分，你同意？我同意。你爱他8分，你同意？我同意。剩下的就是这1分的问题。爱情生活当中真正的幸福取决于爱的少的那一方。他爱你9分，你爱他8分，那你们分享的就只有8分。多出来的那1分对于他来说是遗憾，对你来说是苦恼，因为你没办法回馈这1分。所以说如果现在你们用婚姻的方式想把这1分给弥补了，就我爱你和你爱我一样多，都是9分，那么这1分不光会变成苦恼，变成愧疚，会变成麻烦，因为婚姻没有办法为你们的爱加分，婚姻只有更加严酷的考验你们的爱到底有多少分。很多人在结婚之前说我爱你10分，你爱我10分，但在婚姻之后，经过了现实的考验之后，发现根本没有那么爱，根本经不起生活的考验。10分到了最后连及格都算不上，可能也就2、3分。所以说为什么要那么早的急着结婚呢？说穿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就说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还没有到要跟你结婚的地步，我没那么死心塌地，别说那么漂亮，我爱你10分。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要了面子，接下来你遭的就是罪。你如果愿意爱他，你就说我就死心塌地的等，我不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等到了那个时候，你反而不愿意跟我在一起，而我后悔，我不后悔，我就是喜欢你，你说得出来吗？说不到就拉倒，决定。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对年轻人，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不知道刚才几位老师对你的劝说有没有起到效用？反正涂磊老师还有刚才那位老师对我的作用很大。其实就是一个我等不等和你想不想结的问题。我的选择是我会等。跟你在一起的第1天到现在，其实我一直是想跟你走入婚姻的殿堂的，我也一直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能你觉得我的性格或者其他方面觉得我不够安分，但是我最终的选择也是希望你能够等我。请亮灯，交换箱子吧。请关门啊。接下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你那个结婚是吧？是结吗？结是吧？嗯。哥们儿，你这钱从哪儿来的？是家里的，家里我爸妈买的。我已经准备把以前的婚房卖了，在市区换一个大点的房子，而且我打算把你的名字也加在房产证上。谢谢大家。还用问一下你妈的意见吗？不用问了，我觉得她肯定会同意的。老妈在不在？您同意吗？这要嫁人了啊！妈，我今年就跟小张领证，您同意吗？
我还没想好。不是人家嫁人，不是您结婚的。你要不同意也没办法了。太早了，我还没有准备呢，我还要考虑考虑。不是您别考虑了，这事儿我这么跟您说吧，在我们这节目订婚啊，只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我们打算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是不是最后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是你们两家人的事儿。对，这个我满意，俩人慢慢先走，先谈，先处着。那谢谢您，请回吧。好，下面他们俩的事儿啊，谢谢您啊。好。在这里要感谢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你好吗？开始。好，停。选择幸福，选择亚赛，何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我们打开我们的大门，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谢谢。谢谢。好，谢谢你们俩，请回。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光。我本来打算在1周年的时候找一个餐厅，跟你求婚的。然后，今天我对着全国观众的面，我跟你求婚。戒指已经买好了，嫁给我，陈深。上面刻着我们俩的名字。刻着我们俩的名字，永远都不会分开了。谢谢。我之前由于我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觉得我真的是耽误太长时间，也错过了这么好的你，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再后悔，也不再犹豫了。介绍。谢谢各位老师。我还是祝你们幸福啊。有了娃给我们带来看看，好吗？好，恭喜你们。谢谢赵超两位，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